很多人来 JB 却很少走进这里。这里不是游客最常来的地方，但对很多当地人来说，这些店已经陪伴他们几十年了。10多年，有20年，都不到24、真年，差不多20多了。有些味道看起来普通，却一直有人会来。35年38年了了，40多年，73年到现在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吃 Skudai 的老字号，先从这家开始。差不多20多了。7点到5点。休息星期一。啊，谢谢。哦，分了手。哦，没很贵耶。我们终于来到酒后拍摄了，第一站选的是刺骨来 Skudai， 为什么我们突然间会跑来 JB 了？因为我们不想再吃酿豆腐一段时间。今天来 Skudai， 我们经历了7个小时的车程。来，我们从几点开始驾车出发的7点半了吧？呀， 11点半了，已经4个小时还没有到 JB， 还有2个小时，不会动，完全不会动。我们中途经过了古来，经过了Pontian Bagananas，经过 Iskandar Putri， 现在来到刺骨来了。你驾了7个小时的车程，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好饿，好累。这一家面粉糕呢，也是蛮多人介绍的一个老字号。我是看它的 review， 人家讲 the best dry Nihonggui in Johor area。另外一个就讲说 still maintaining the taste after 10 years 啦，所以我们就试试看呢。我们点的是干捞，因为它的干捞是有直接调了那个辣味的，也是蛮多人推荐，然后就再加它的醋。它算是一个蛮好喝的江鱼仔汤，不会带有那种很咸或者很刺激舌头的口感。你们的汤是用江鱼仔吗？会有江鱼仔的味道吗？有，很香。这个酱汁来讲呢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我相信它是葱油香气啊，辣味来讲微微的呛辣，再加上它的肉碎配在这个酱油里面，它是很香的。面粉糕呢，口感我觉得它算是有嚼劲的，出味道来有一点厚身。是看大家介绍的吃法要放醋，它黑醋就很像那种水饺锅贴啊，然后放蒜米的那种黑醋。很香哦，它的醋，所以它的醋真的是很加分。这个炸倒鸡的口感还有点像那个甜不辣，薄身的台式甜不辣，味道也是有点接近，因为它是属于鱼鲜味的。豆皮来讲，我觉得它的豆香气没有到特别浓郁或者特别干脆了，新鲜热辣。雕片猪肉丸，然后有带一点胡椒，炸到来是蛮 OK 的，就不会讲太过洗糊了，也不会讲把里面炸得太过干涩。这样整体吃下来，我觉得这一家店呢，它比较偏向于真材实料。下一站。特别的是炸年糕，还有一个是炸榴莲，然后我看它炸香蕉也是蛮不错，所以有什么我们就点什么了，因为它要关门的。现在还有剩什么啊？3黑年糕、榴莲、蒸巴蛋、香蕉啊，全部一个。7、8点就炸了，但是全部糕点有啊，几点半，大概4点。你们休息星期几啊？拜3拜5，前4年是在角头了，过后才在这里。7年。这一边就是皇后花园这边一排店吧，另外一边就是刚刚买炸年糕那边一排店，然后他们的是对面都是住家。8点到5点，休息拜几啊？星期4，我本身奔真的，你本身所以因为这些糕，我妈妈在奔真，以前在奔真卖的，以前在奔真我跟她卖学了过后，把它带来这里。哦，最好吃的是我的芋头糕，芋头糕，吃不完可以放冰箱啊。可以放冰箱，因为新鲜的。刚刚打包了那个炸年糕，还有这一个水糕，我们上车吃。我们现在就来试刚刚买的炸年糕跟这个水糕了，终于可以来试这一个华仔的3合1炸年糕、炸香蕉、炸榴莲、炸卷巴的。看他的照片的时候，我已经是哇，我很想来试这一家，我是为了他来 Skudai 的。很黑。先从香蕉开始吧。新鲜的。是新鲜的。没有 I mean 它是不是熟透的蕉？它是很熟透的香蕉，它是很熟，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颗粒，它又炸的有点稍微的流心了一点点，外面整个是酥酥脆脆的，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搭配啊。它
它的年糕就是那一种吃起来它是很新鲜的一个年糕，它就是比较像有点接近麻鸡这样子，吃不到它年糕的香气。是比较熟一点它的香气。那它是用芋头、年糕、番薯，它的炸chân bơ还蛮特别的。它是先把那chân bơ捣成泥先，我觉应得是。该又不是哦，它就好像压成一个形状。我的意思是，它应该我明白你的拿意思走那个 food， 然后它就盖一个压膜，正正方方这样放下去。哇，它的chân bơ真的好香，吃下去整个chân bơ是超级无敌香，外面那一层脆脆的，就是让你增加口感。真的好强啊，它的chân bơ。试看炸榴莲啊 ！surprise 啊，它的榴莲是有带苦的，甚至我觉得有点接近酒精香气的那种榴莲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蛮不错。它chân bơ跟榴莲可以冲。所以啊，老板虽然3合1，但是我比较 prefer 你另外3个水果。它又不会讲说，因为是用米浆，它就变得很粘稠、很没有口感。主要我觉得它灵魂是在它菜谱啊，因为它的菜谱是真的很香跟很新鲜的，配在这个水糕里面，它就是很好吃。辣辣的又很解腻哦，蛮不错吃。芋头糕有芋头颗粒，但是它不至于到很大颗粒状，慢慢就是虾米的鲜香香。好香好香的虾米香气，所以不吃虾米的人就不能接受了。真的是偏向很传统、很用心的一个芋头糕啊。现在我们来这个超级鸭王8点半到6点6点半呢，休息拜几啊？拜四。你们开几年了？真的？这一家我主要是看人家介绍它的烧鸭、叉烧，还有阿三菜，可是它的阿三菜卖完，所以我们就点它的烧鸭跟叉烧了。鸭皮烤得很香，有带着那个药材的香气，当归味很重。肉来讲它也不会讲烤得过干过柴啊。外衣呢已经是烤到有点糖化，比较脆口的叉烧，好像吃鸡胗。我觉得它今天这个部位没有到太软嫩了，要踩盘，要踩有点红枣香气的糖。整体就是这么大。我们要做开箱吗？你要让儿子到了。Daddy 叫我做 marketing， 这里是床，这里有 garden view， jungle view， 这是 Daddy 的厕所。这里是 Daddy 做蛋糕的地方。那这里是 Daddy 做什么的地方？现在是下午6点35分，现在终于可以去吃我们要吃的那个卤鸭了。现在就出发了。其实这一边是有2家，我们要来的是这个新海镇，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四股来老字号。我们是10点开到8点半，休息星期几啊？实际上40多年。刚刚有问到老板了，这个是比较偏向于潮州的，但是老板也讲他是福建人，然后他新山这一带也是比较多潮州跟福建的籍贯。新山很出名的，一定要吃粿条羹嘛，这样是不是粿条羹就是药材汤？它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意思啦。大家的配方不一样，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风味啦。细麻了汤汁的锅贴，它有点接近那个10全还是8整那样子。我们点这个肉的时候，它就会有另外给一碗汤。这个汤底它看起来颜色也是比较浓郁的，所以刚刚喝下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很香的药材味了。至于这个粿条汤里面配的这个汤底呢，它就没有这么浓郁的药材味。我们是一份一份点的，只是说好像我们点了几样菜，它就会拼在一起。刚刚我们点了鸭肉、3层肉、大肠。它的鸭肉就比较像我在吃的鸡肉一样。Yes， 我本来以为惨了，叫到鸭胸，结果还不错，不到很嫩，它也不会讲很干干柴柴，再带一点点卤汁的香气啊！哇，准备好厉害！肉的部分也是很像那个鸭肉这样，它是做到很好咬的。然后最灵魂的，我觉得是它的猪皮，肥油上面有多一层 chewing gum 的口感，是看它猪大肠，好吃哦，很入味，它有那个肠子的香气啊，同时也是有卤汁的香味。我在 research 的时候，我发现到古代的好几家店呢，都会去卖酸辣芥菜，然后刚刚那个鸭店也是有，但是卖完了。
一开始吃的时候呢，你会先吃到芥菜本身的苦涩，到后面它汤汁的这个酸辣就很开胃了。它还是蛮符合我个人口味，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吃的一个卤鸭，3层肉。终于不用再吃酿豆腐了。然后你现在来到 Skudai， 你就要一直吃龟条干。我们现在要赶过去一个据说是 Skudai 最好吃的 Roti Canai， 然后我看到照片也是刚刚去吃，所以我也是要快点去试一下。这个我们先打包，等下回去酒店我们再烧掉它。因为呢家是8点关门，现在已经是7点28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赶过去7点29了，走。Go go go！ Masih ada lagi. Ada. Pukul 8 saya tutup lah, tapi boleh makan lagi. Heng, hayo. Macam ada sih. Sendiri yang buat lah. Iya. Pagi pukul 7 sampai pukul 8 malam. Tiap-tiap hari sama. Setiap hari sama. 20 tahun lah. Dia starting 2005. Saya punya grandparents, dia open first. Okay, I First see. one at the Jalan Afok. My grandfather open at the Skudai Baru. Dia third generation.我们那天有一集的 MVP 是 Roti Canai 的哦，据说是 Skudai Best Roti Canai， 还好我没有吃到啊，他明天休息。哇，如果我再差10分钟我就没有了。呀，细品。面粉的味道来讲说，我觉得也是很香。阿邦有讲了，他们也是自己调配的。它的地酱呢已经算是保身脆口了，撒了牛油香气罢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沙的是别人他刚才是有讲，他们是放一点点而已，牛油香气、不然大香气它不会到过重。对比很多的Roti Canai来讲，这个已经是完胜到很多了。可以登第2名啊！我们这一期的 MVP 有一点难选。Skudai 的食物到现在都还蛮不错，阿邦要下班了。哎，你要吃啥啊？有什么？我们现在还有目标是面粉糕、干捞面。干捞面呢？所以现在就是去郑爷爷全蛋云吞面。Boleh makan lagi? Boleh. 7点开到9点。以前我们看时间是看人家几点开，这一轮我们是看人家几点关。自助区那边给基友扎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拿。Skudai 这样过分的呢，很多食物都很好吃。有嘛？我看很多人会推荐来这一家，原本我也是很怀疑，不就干捞面？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干捞面。它让我比较惊艳的是，它做到很幼生之余，但是它很弹牙，再加上它的酱汁是包裹着的，一定要加猪油渣。干生的这个猪油渣，你再配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肉火。它叉烧来讲还有2种，一个就是红色的，就是比较古早味的做法的；一个是这个比较玻璃叉碎这样子的。比较想吃这个，我就点这一个了。就是、哦，所以它还可以给你选的。它是肥瘦相间的。软软嫩嫩的叉烧，它的味道我觉得偏向于稍微的秘制一点点。味道来讲，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调味了。它有比较爽口的。我吓到的是它的红萝卜脆口。云吞的味道来讲，跟水饺是一样的肉馅，水饺跟云吞皮都是蛮薄的。整体吃起来，我觉得这一个云吞面是有 surprise 一下。看到吗？你是全场唯一一个顾客哦。然后现在是9点06分，多6分钟吧，可以的。谢谢光临。1块。你们是用那个矿泉水来煮？对。是那个汤还是全部？没有糖啊。我们是8点半到10点，每2个星期3休息一次。现在我们来的这家呢是叫皇后面粉糕。为什么有皇后这个名称呢？其实这一边呢还是叫皇后花园。他们当年为了纪念这一位皇后呢，他们就把皇后的名字呢来命名这一个花园。矿泉水煮的有比较清澈吗？有会比较清甜一点，有蛮腻菜的香气它的汤，而且它清爽的来，它还是会有带着那个姜鱼仔的香气。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厚重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没有那么健康的。面粉糕来讲，它是有口感，球味，可以算是比较滑顺，不会到太厚身，肉丸比较小颗，比较新鲜肉打出来，它就没有太多的那种淀粉再加药片香气。试看它鱼丸。咬下去的时候口感还 OK， 但是我觉得它的鱼肉香气就没有到很突出了。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它面粉糕是很加分的，蛮不错吃的。其实这一次
我 research 的有20多家，然后今天只吃到8家，就看看明天还可以吃多少家，我们就尽量的在明天里面完成它。什么出名？米波 very good， 加料餐餐。我妹妹，你先问她。你们是姐妹来的？啊，姐妹来的。好像比如讲，我要加红肠腰子，set 就是17块，没有腰子那些普通100多块。6点半就有的事了，1点半就关了。休息是每个拜五，我自己创业你自己创出来的，整要35年了。我年轻就做到现在60多岁了。60多岁了。看到有一些帖子是讲说，这一个是皇后花园这一带呢，当地从小吃到大的一个面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主要是被它的汤吸引了，人家是特别强调汤还是以大骨在熬制的，然后没有什么味精的。它是属于清清淡淡、清清甜甜的一个清汤底，没有太复杂的调味，就是蛮纯的一个猪肉汤底。然后他们的面包，他们是有掺辣椒酱。发现到这一代的食物呢，他们吃面都是喜欢去掺辣椒。哇，它尾韵越来越好，可是又辣到你们一直想要继续吃的那种。口感来讲，我觉得它的面是属于薄身的，有点接近勾芡。这一个我是有加猪杂，它有给猪肉、猪髓、猪肠、腰子跟猪肝。猪肉来讲就是新鲜的，猪腰很软很嫩。猪肝来讲呢，我就觉得没有到很嫩。小肠煮到它软嫩嫩，而且处理到干净。猪腰子跟猪肠都蛮不错。整体来讲，这样子吃下来，我觉得就是简单用心。就是猪肝油发老粉，拿那个发老粉然后拿去清蒸还是咖喱？咖喱了。昨天来的时候已经卖完了，今天我们再回。24年了哦，主要是这个潮州糕是吗？啊，对，我们6点半到5点，拜一休。现在我们来试这个糕点，因为我们再看清楚，它都叫糕点。为什么要确定他们的名字？因为我们选到的都是比较特别的，我只认识麻鸡。糕点都是好大件哦，基本上你选2片就完了。吃的时候有点想，它什么味道？有一个香香的味道在里面呢、原来就是香菇的香气啊，吃起来就很像你在吃一个糯米饭带花生肉腊肠。糯米鸡应该讲很像那种荷叶饭因为糯米鸡会更粘稠啊，就是有一个桂包裹着了这一团糯米饭的一个口感。沙葛带一点点甜甜，这个也是有蔬菜，有虾米，看很重啊，它虾米味道很香啊，皮是更加糯，更加拉丝，又不会过油过咸哦，我觉得整体是不错的。这个试了潮州糕，我们现在试海南糕。里面的内馅是椰丝，它的椰丝蛮香的，它香到它有点像那个传统面包里面的那种椰丝。打粉就比较普通一点，皮是做的比较薄，花生没有到特别干香，白糖比例也是稍微多了一点点，普通中规中矩啊。它就好像有2层的，下面是密密的，很有口感的，上面就比较松了。淡淡的板丹香气，很淡啊，可是是有的。重点是它还有韧性的，死不烂呢。我会比较推荐它的传统糕点潮州糕、芒光、海南糕跟这个白桶糕。猜猜我们要去吃什么？有什么可以选？没有得选。这一家是叫八米半乳鸭。以前没有花园吗？如果人家从锅底上来，他们要去单杯就是5里半哦，来我们这边就是8里半，这个名就这样来的。73年到现在3点半到4点，没有去洗。没有去洗。佳琪也是有开啦。佳琪也是有开。你们算这是潮州卤？所以我们潮州人药材汤来的。哦，所以粿条羹本身就是鸭肉药材汤。对。以前他们要出来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算多少厘多少厘，有点像豆腐这样，几多条布。把生那一代他们叫多少只？粿条羹是细满汤汁，跟昨天那个有点类似，不会到太重的药材味了。
够嫩吗？吃起来是比较嫩，只是它味道就不是药材味，它是乳汁的香气啦。鸭肉很鲜甜，而且有那个鸭香味。我还以为是鸭烧而已，今天就洗好澡。洗好澡了才来被嘎。三层肉，我觉得它的乳汁香气就蛮典型的潮州乳，口感呢就是三层肉的口感，它就是肥瘦这样子。大肠吃起来还是会有嚼劲，整个口感嫩嫩的，反正吃得到那个乳汁香气更浓郁，而且它洗得蛮干净。我鸭血好棒，以前不知道没有吃这样新鲜的鸭血，它真的新鲜，嫩嫩，而且它那个乳汁带了一点点香气给它。酸菜的汤汁是比较酸，就是酸酸辣辣，很解腻，很开胃。我比较推荐的是它的大肠跟鸭血。这一趟我们吃到2家都是不错的。昨天那家是偏向于药材香气，这一家是肉的香气为主。难，整个 school 带的这么多美食哦，谁是你的 MVP 呢？好难写的这一次。以前是担心选不出 MVP， 这一集是太多的可以入围了，所以有点难选。所以我们就继续吃看会怎样啦。我带你去吃一个据说安迪街会排队的店，唯一的安迪。早上9点，卖完的时间不一定，带我休息。比较好卖的都完了。都完了，我们太迟了。这边点，那边 OK 是做的，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吗？几年了？10多年。 9点到6点。然后休息是星期2啦。对，红豆不是招牌。这边吃 ABC 好像来吃一碗laksa这样大碗。吃起来呢，它的味道就是蔗糖香气很浓郁的一个糖浆，不是死甜的。它的冰是属于绵密的，给的配料是红豆、加工卷豆跟这个花生。它的花生是有炸过是吗？我觉得是炒花生，看起来小小颗，可是它的整个味道是很香。然后红豆如果没有错也是他们自己炒。然后它底下还有仙草跟鸭大汁。因为我们以为还没有开门，原来还是有2间店。我们要走的时候，老板就坐在外面，他讲：“哎，隔壁可以点餐。”回去吃我们的面包。来 ，It's time to 开箱我们的包包。这个椰丝面包讲，我觉得它面包的 texture 是做到不错，它的椰丝我觉得稍微干生。来，这个butter面包。一开始看好外形就说担心它会很硬身的那种，结果一吃下去哇，很软。它的面包的质感是做得很好，而且它的 butter 也是蛮香的。牛油跟糖它是刚刚好。不要再咬了哦，你要离着补一下画面。他唯一讲哦，这个也是不错的，剩下一个，你要找来的。这个不是安迪排队的，人家是兰姐排队的。那个叫做 BB。还有一个鸡丝，虽然看起来没有给到很多，但是它整个口感是蛮有层次的。它上面有一层烤过了的 cheese， 我觉得最重要是它那个 sauce， 好像 mayonnaise 的口感，它应该是自己调的嘛，用来的。就很像你在吃着 mayonnaise tuna 这样，而且还要是 cheese 面包，这个真的做得很不错。好吃不腻。猜猜现在去要去哪里？卡比巴。这一间是它的咖啡，这间是它的宠物店，这个是需要门票的。一个 set for 一个人。如果你们是想要吃东西、喝东西的话，推荐选 Option A， 因为它有包括1杯水的那个面包，然后有那个 entry ticket。如果你们不想吃、不想喝的话，就可以单买 ticket。面包就是橱柜里面，橱柜任选，10点开到7点，6点半拉走的。每天都有吗？对，现在暂时是没有位置了。等下再过来拿可以吗？可以。他还在等你哦。我的很牛哦。哦哟，中好，超级大只哦，夸张。果然是很佛系那个。怎么一直打架？No 啊？对，原来卡皮巴拉也会这样。
不能打到这边来。我还以为会有一群的卡比巴拉。有一群的羊羊羊妹妹。我们要采访你一下，你摸了那些动物的手感，感觉如何？羊驼是很像地毯一样，然后卡比巴拉是粗粗直直，然后羊妹妹很少。一个人的27就是你可以任选那个面包，所以刚刚他出柜是很多面包的，我们就选了一个什么 Cookie Croissant，然后一杯咖啡啦。我觉得是一个不错体验啦，给孩子可以近距离去接触到羊驼跟卡比巴拉，然后又是要下雨天了，一大早起来就 groom， 然后刚才又在 groom， 我们就看看今天的行程怎么样。是没有防腐剂、没有色素的，皮黄黄哦，都是金瓜做的。以前我们是跑马上马拉门，我母亲做下来有20年啦，早上8点到晚上8点哦，每天都有开。每天都有。你会知道我们呢？也是 research， 我看那个鱼头的。就是今天没有。妈妈开始就是做素食包啊，对，我们也是素食者。周末我们回来酒店了，因为我们吃饱饭。因为要下雨的，你怎样他都是困在雨里面了的，所以我们就回来酒店先。是看这一个梅菜包，是有素的3层肉在里面了。有没有那个素肉都没有关系，梅菜才是它的重点。这个梅菜馅是很香，它梅菜味道不会讲那种很咸，就好像很新鲜的一个梅菜。菜包的面皮来讲，它是反而会更松软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有些可能它真的不是那么久。菜包的这个内馅就是沙葛、萝卜、香菇，也许是它的香菇跟可能还有点麻油等等的一些酱汁去调配，它的风味哦不输我们吃的荤的那一些。豆沙比较像是蛮常吃到的豆沙了，但是不会那么甜，有一层面皮，一层豆沙，一层面皮，一层豆沙，很像你在吃千层蛋糕这样。它的沙爹就是素食的肉，咖喱有咖喱本身的香气。目前这样子吃下来，我觉得他们的馅料很厉害调配啊，不会觉得我在吃一个素肉，反而觉得这个味道是能接受的。它咖鸭是可以吃得到有那个蛋香气的，就是用很浓的材料去煮的那种咖鸭。它的咖鸭很香，可惜它的包太硬身。但是我觉得它很不错的是在它味道的拿捏。当然包皮方面，我觉得有些就比较松软，有些就比较硬身啊，可能其中几颗没有 steam 到这么松软。Cookie croissant， 嚟 cookie 定係 croissant 嘅？係 cookie croissant。算这是奶香气比较重的 croissant 啊，然后 cookies 的部分，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偏向于淡淡的黄油香气。Skudai 的食物我觉得都不会太甜、太咸或者是过油。原本很多食物应该是很容易弄到很油啊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反而会拿捏这一个。面线羊头哩，好香那个。我们从住在湖丹隔壁进到湖丹了。为什么我们要来走公园呢？减肥啊！不是减肥，我们是等它消化了，我们就可以吃更多。我应该是为了真的可以这个应该可以过。不要啦，好害怕，我们胆小。是吗？你的胆很小诶。你不要平常看我，大家就这样觉得我哪里都大。不错，这个地方还有湖的嘞，大家。很漂亮的这里的公园，这边还有 gym room， 厉害啊！为什么你会来到这边找我？我就找你们这些老字号。就是我们刚开档的时候，他妈妈带他来买老本，现在他带他的孩子来买老本。我38年了，38年，还没有结婚卖到现在了我啊，开利没有了今天。这快些去有我们没有好了。换支票开采日才来的啊，就是拜3拜6礼拜了，这个期没有来了。normal 是10点9个字，到7点哦。我是关丹，他是吉隆坡，但是金宝是那个做猪肠粉的人，我们自己做酱料罢了。然后咖喱也是自己煮啦。对对，我们酱料没有蚝油的。我开档时他还是女朋友。到现在。鬼脚羹你有去拍吗？鬼脚羹？鬼脚羹我是吃那个叫什么名啊？新什么蒸的？是啊，真的，是啊，我们也是喜欢吃那一档。今天我有去那个巴黎半啊，有做功课。
今天比较可惜是他咖喱水卖完了，因为安哥讲今天下雨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备到太多料。它这个五香卷的味道蛮不错的，蛮香蛮浓郁。这个腐竹卷来讲的话，它是鱼的内馅，可能它中间有那个缝隙啊，经过水煮过后呢，它就会有一点点汤汁。很强，他们辣椒真的，好喜欢他们辣椒。我应该要跟安哥讲，你可以帮我全部倒完辣椒吗？古代这一代的辣椒都很好吃，真的。He was the main chef in Frozen Dragon for 15 years. I see. So it's about 24 years. 12:30 until 9 o'clock. The last order is at 8:15. We have once a weekday off, but it's either Monday or Tuesday. 那我看一篇新闻报道，就是他早期的采访呢，早期老板是在游轮上面做工的，后来是来到新山的一个蛮知名的西餐店，工作了大概10年这样子了，所以还累积了蛮多经验。然后这家店也本身做了9年。羊排来讲呢，它不会到很重的羊骚味。今天下午的那个小羊比较骚，那个是奶烧，那个真的是奶烧，还靠近了奶烧味。肉质来讲，我觉得可以属于是嫩的，但是它不到juicy，不够那个奶烧的嫩。所以我才想念今天下午的小羊。味道来讲，我觉得它没有做过多的调味，它就是简单的腌制，比较保留了羊排的原汁原味啊。那么它的这个sauce很好吃 ，creamy carbonara。那种，哎呀，它有奶油香气，但是不是奶到你会腻的那种，然后它又带着 garlic 的香气。它的 mashed potato 泥撞到了，它带一点那个颗粒感。味道来讲，我觉得并不会吃到特别重的 potato 香气。整体来讲，这间我觉得中规中矩。所以我们本期的 MVP 是谁呢？我们可以选 Scudai 吗？不可以。所以我们的 MVP 我们会选的是炸酱不打，吃了还是会一直好怀念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本期 Room for Scudai 的介绍了，我们下期见。